想学 SQL 还卡在 MySQL 的安装、账号密码后的设定，让我们用15分钟教你建立第一个 SQLite 资料库。在完成课程之后，你可以用 Select 的语法快速把资料给抓取出来。想学吗？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 SQLite 的首部曲。这一集我们会教什么呢？了解什么是 SQLite，比较 SQLite 和 MySQL 的差别。在 Windows 如何安装 SQLite，确认 SQLite 3的指令可以使用，建立 Demo DB，建立 Students 的 Table，插入3笔资料并查询出来。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 SQLite。SQLite 它是一种档案型的资料库，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资料库可以只是一个档案，不需要启动资料库的 server，也不需要去设定资料库所需要的 phone number、username 跟 password。那么 SQLite 适合谁呢？第一个是刚开始学 SQL 的新手，第二位是想快速做资料库练习的人，第三个我们可以把 SQLite 拿来当小工具、桌面工具、CLI 的工具。第四个我们可以把 SQLite 拿来当测试的资料库。第五个也可以把它拿来当教学范例的资料库。如果你只是想先理解 SQL 的部分，那 SQLite 通常比 MySQL 更快开始。这张表我们来比较一下 SQLite 跟 MySQL 中间的差异。在资料存放方面 ，SQLite 它是单一个 DB 的档案，而 MySQL 它需要一台资料库的伺服器。在启动服务上面 ，SQLite 是不用启动服务的，而 MySQL 需要启动服务。在连线的资讯上面 ，SQLite 它只要一个档案的路径就可以了，但是 MySQL 通常都需要主机port 号码、使用者名称跟密码。在适合的情境方面 ，SQLite 比较适合学习小工具或者做测试，而 MySQL 上面主要是拿来做网站、系统或多人共用的情上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MySQL 比较像一台资料库的伺服器，而 SQLite 比较像一个可以直接打开的资料库档案。对 SQLite 来讲，我们只要开启档案、写入资料、查询资料就可以了。那要如何下载 SQLite 呢？我们只要打开浏览器去搜寻 SQLite download，它就会带我们到 SQLite 的官方网站。那我们要找到 Windows 的区块去下载 Command Line 的 tool。再来就是把下载下来的 zip 档案，我们把它解压缩开来。最重要就是要找到其中一个档案叫 SQLite 3.exe 这个档案，这个就是 SQLite 的命令列工具。在今天的教学上面，我们会在 C 的磁碟上面去建立一个 tools，然后把 SQLite 放进去，这样子未来在设定 Windows 路径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待会我们也会在 Windows 上面去设定路径的搜寻。当 SQLite 已经设定好路径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SQLite 开始去执行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SQLite 怎么做下载。打开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在浏览器这边，我们敲入 SQLite，按 Enter，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网站就是 SQLite 的官网，就是 https SQLite.org。在这边，我们点选进 SQLite 的主页，找到上面的这一排工具列上面有一个 Download，点进去，在这边我们往下拉，找到 Windows 的部分，这边有很多的工具，包含它这边有一个 Precombine 的 Mary for Windows，这边就是已经是编译好的2进位的档案。那在这边我们要下载的是 SQLite Tools Win 的这个 X64，就是 X64的平台。那在这边我们把这个档案点选把它下载下来。当我们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去开启我们自己的下载资料夹。
在下载资料夹里面，我们会看到这边会下载下来一个 SQLite 的 tools，我们点选右键把它进行解压缩。解压缩完我们会得到一个解压缩资料夹，那我们把这个资料夹给剪下来，好，点选我们的西草，因为在西草里面我已经建了一个 tools 这个资料夹，我们直接在 tools 这边点选进去，把刚刚剪下来的那个 SQLite 的，就是解压缩开来那个档案，把它放到这边。当我们把 SQLite 这个资料夹放到 C 的 tools 下面之后，我们把这个资料夹重新命名哦，因为它这个档名太长了，把它改成 SQLite。当我们把它重新命名完之后，我们点选进去，我们就会看到这边也有几个应用程式，最重要就是这个 SQLite 3的这一个。确认完我们已经有 SQLite 3之后，我们现在要去改的是环境变数。在 Windows 里面，你要去改环境变数，只要在搜寻栏这边打上 environment 哦，就是 environment。这时候上面会出现一个编辑系统环境变数的这个选项，我们点选进去。哦，点选右下角这个环境变数，点选进来之后，我们在使用者的路径下面，哦，点选编辑，在这边新增一个新的选项，我们就直接敲入 C 冒号负斜线SQLite，然后按确定之后，把它新增到我们的路径后，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把 SQLite 填选到我们的路径。那各位要记得，在你把 SQLite 加到路径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去开启我们的 PowerShell 或重新启动我们的 Windows Terminal，我们才有办法使用命令列去确认 SQLite 的安装。在 Windows 的搜寻栏里面，我们这边打入 PowerShell，按 Enter，然后我们在此敲入 SQLite 3.exe空一格 /version。当在这边我们会看到 SQLite 回应了，我们已经把 SQLite 安装在本地的资料夹，并且设定好路径。我们可以看到它安装的版本是 3.5、3.4。到这边我们就已经确定好 SQLite 已经安装在我们 Windows 上面了。再来，我们要开始在我们的电脑系统上面，我们要去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开始进行 SQLite 的练习。首先我们会在我们的个人资料夹下面建立一个叫 SQLite Demo 的资料夹。建立完资料夹之后，我们会切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并且输入 SQLite 3 Demo DB，它就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把 Demo DB 这个资料库给建立起来，并且产生一个档案。再来，它会自动进入 SQLite 的Command Line，也就是 CLI 界面。在 CLI 里面，我们可以打入点 database，这时候它就会出现我们已经建立好的 demo 这个 DB，这就代表资料库档案已经开启。再来，我们可以在命令列里面输入点 tables，它应该会出现空值，因为我们到目前还没有建立真实的 table。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怎么做。首先，我们在 PowerShell 这边，我们切到个人的资料夹上面。在个人资料夹上面，我们先把它切到桌面。切换到桌面之后，我们使用 mkdir 建立一个目录，叫做 SQLite Demo。当我们建立好 SQLite Demo 之后，我们使用 cd 切到 SQLite Demo 里面。在这边，我们打入 SQLite 3.exe，然后后面加一个资料库的名称，我们就叫它 Demo DB。这时候它就会进入 SQLite 的命令列。在这边，我们敲入 Database。它就会告知我们现在连到的主要资料库就是在这个路径下的 demo DB 这个资料库，然后它现在是 R 跟 read，就是可读可写。在这边我们敲入另外一个档案是点 tables，
它会出现空值，因为在现在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建立任何的资料表。当我们进入 SQLite 之后，我们首先来建立一个 students 的资料表。指令就是使用 create table 这个方式去建立资料表。我们在这边将会建立3个栏位。第一个栏位是 ID， 主要是来放学生的编号。第二个是 name， 也就是学生的姓名。第三个是年龄，也就是学生的年龄。那 ID 我们会用整数来设定，name 会用文字，年龄也会用整数来设定。在建立完 table 之后，我们就可以再重新使用点 tables 去看。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student 这张 table 已经建立好。然后在建立完之后，我们可以用 schema 的方式去看看这张资料表的结构，也就是建立时的结构。首先，我们在 SQLite 里面去建立刚刚的学生资料表。我们建立3个栏位，一个是 ID， 一个是名字，最后一个是年龄。建立完之后，我们可以再重新打入一次 tables。这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已经把 student 这张 table 建立起来。好，这时候我们打入 schema student，就会看到我们刚刚建立这张资料表所下的语法。这时候我们在这张资料表插入3笔资料，分别是 Amy、Ben 跟 Cindy。插入完之后，我们可以使用 select 的语法把我们刚刚插入的3笔资料搜寻出来，确认资料库是真的可以存资料，也可以查资料。在这边我们要即将插入3笔新的人员到学生资料表里面。我们插入的第1位是 Amy， 第2位是 Ben， 第3位我们插入 Cindy。在插入完之后，我们可以使用 select 的语法去把资料表里面所有的资料显示出来。这边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总共插入了3笔资料，对应的 ID 分别是123，名字是 Amy， 33岁，Ben 22岁，还有 Cindy 35岁。那在 select 语法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把 headers on 打开，然后也把 mode 的 column 打开，然后我们再重新显示一次，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比较清楚的表格显示。到这里，我们完成了今天所有的流程。我们安装了 SQLite， 建立了 DemoDB， 建立 Student Table， 然后也会使用了 Select 去查询资料。那我们要如何离开 SQLite 呢？只要在 SQLite 的界面里面输入点 ESIT， 我们就会离开了 SQLite。我们输入点 ESIT 开 SQLite。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给各位的 SQLite 的首部曲，如何下载 SQLite 并建立资料表和插入资料表。那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 SQLite 它是一个档案型的资料库，它不需要 database server， 然后使用CLI 的语法，例如 SQLite DemoDB 就可以建立资料库 ，create table 建立一个资料表，insert into 去新增资料，用 select 去查询资料。在下一集里面，我们将会用 SQLite 去做更完整的 SQL 练习。
学会查特定的资料、排序资料、修改资料以及删除资料。完整的内容未来我们都会放在 learning.nestle.app。喜欢我们教学文件的这些小伙伴，也希望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并且使用那个铃铛，这样子当我们的频道有任何新影片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资讯。谢谢各位。